电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它在电路板中随处可见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超级电容。电容和电池都有存储电能的能力，但是两者的方式却不一样。电池是靠化学性质来产生电流，电容是通过物理特性来存储电荷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只需要用两片铝箔贴在一起，中间用塑料膜隔绝，然后用直流高压充电。 看吧，它是不是存储了电能？来动屏是最早的电容原型。这个氙气闪光灯模块周围就有一个电容，通过升压模块把高压电存储在这个电容里面，然后再瞬间释放出来，点亮氙气灯管。现在手机多为 LED 灯，氙气闪光灯是非常亮的，一般是相机才有。 我之前的马克思发生器用的是磁接电容升压，电容的应用非常广泛，我就不一一说明了。那么回到正题，这款据说是韩国生产的超级电容，单体工作电压是 2.8 伏，容量是3000法拉；而这款是我国生产的超级电容，工作电压 3.6 伏，容量6万法拉。先来说这个吧，我们可能对3000瓦的具体容量大小很难理解，这一节电容的容量相当于一节18650的锂电池，串联之后容量还会变小。 可能有些人会吐槽，搞这么大体积，用电池不香吗？电容当然有它的优势啊。第一就是使用寿命长，循环次数可达10几万次，在适宜的环境下合理使用10几20年不成问题。第二就是比电池更耐极端气温，所以很多车主加装超级电容辅助打火，对应冬季打火困难的问题。电池在低温下很容易歇菜。第三就是功率密度高，也就是放电电流大，很多人用它来做点焊机。 比如说，我只有一个12伏3安的电源，接上点焊控制板，根本没什么效果。如果我把这个控制板接在电容上面，然后再给电容充电一段时间。 这样点焊效果很强劲，档位有点大。还是比较牢固的，这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辛苦1年赚的钱，结果被你儿子一晚上全打赏给女主播了。电容就是充当这样的角色。 测试一下这款3.6伏的电容放电，这是一颗直径3毫米的铁钉，看看能不能熔断。铜线是非常烫手啊！换一种方式，虽然这放电电流很大，但是电压很低，不用担心被电。 这电容还是非常凉的，熔断这小铁钉当然是小意思。电容与电池相比，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快充能力。比如说，这个电池标准电压是 3.6 伏，当前电压是 3.28 伏。这个 3.6 伏只是这个电容的耐压值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找个 3.6 伏的电源来给它充电。用这个5伏的手机充电器也是行，或是用这个12伏的充电器也是可以。因为这电容内阻极小，可以看作是一根很粗的导线。 一般的电源接上去，直接压降到电容的电压值。想要快充的话，几十瓦的功率实在是太慢了，直接上微波炉变压器，然后整流滤波。现在电源是17伏的电压，接到电容，电极瞬间被压降到电容的电压。
用这种方式充电，需要时刻注意电容两端的电压，不要让电压上升到标称值以上，不然会损坏电容的。现在这组电容电压是 11.2 伏，我试一下充到 14.2 伏需要多长时间。大概是2分45秒，然后我再通过逆变器接上40瓦的荧光灯，看看放电到 11.2 伏需要多长时间。用时13分38秒。至于这个6万法拉的电容，肯定很多人不信，体积比旁边3000法拉的电容大不了多少，但是容量却多了20倍。当然这个数字不是我瞎说的，而是标签上面写的。当然这个标签也不是什么无良商家贴上去的，中车确实有这么一款电容。这就是我们有轨电车的核心动力源的储能部件。那么呢，我们看到它，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它是电池，但是不是的。它是叫超级电容器。我们俩拿的这个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个呢是3伏12000法拉。那么同样体积结构下，它是3.6伏6万法拉。这个名字是叫锂离子电池电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相关原理。我们来看看相关参数：轨道交通备用电源代替铅酸电池，也就是电瓶车里面的那种；储能是无轨电车动力电源，比如说公交车用这种电容作为动力。它到了充电站，主要是在起始站，就是终点站充电。那么另外一个在中间站，它也可以补电，利用乘客上下的30秒的时间就把电补好了。我们现在在中国最新推出的超级电容已经到20公里，就是充一次电可以跑20公里这么远。哦，充一次电跑20公里。对对对对。来看看一些重要参数：标准放电电流100安，最大工作电流200安。需要加散热，脉冲电流300安，也就是说以300安的电流工作时不要超过30秒，循环寿命3万次或者10年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还是把它做成一个充电宝比较妥当。这年头出门在外没有一个像样的充电宝怎么行呢？平时揣裤兜里特大气，危机时刻还能当板砖来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。